три, левый, левый, раз, два, три. 地道的那些老店啊，它可能环境一般，但是它的味道是很不错的。谁在窗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是一座因河流牡丹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黑龙江第4大城市，人口约为230万。前面几集影片记录的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就是由牡丹江市代管的。虽然来这的俄国游客没有绥芬河那么多，但牡丹江是离中俄边境最近的大城市，所以呢也能看到一些俄国游客在这里游览。同时和绥芬河一样，牡丹江也是100年前因为中东铁路过境而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同时，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仅次于汉族，占比约为3.21%，约有7万多朝鲜族人口生活在这里。GDP 方面，仅次于哈尔滨、大庆、绥化市，2023年其 GDP 为906亿元。在牡丹江，我想起了在吉林省游览过的一眼望山国的与朝鲜与俄罗斯接壤的珲春市，这里既有朝鲜族的文化，亦有俄罗斯的痕迹。我离开绥芬河后，紧接着就出发牡丹江了。话不多说，欢迎和我走进牡丹江畔这一座独具魅力的东北城市吧。K2052，这是我要去牡丹江的，这也是绥哈铁路的一部分啊。绥哈铁路也是绥满铁路、绥芬河满洲里铁路的一段。这是和谐号啊，这不是咱们坐的车，咱们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右边是普快的硬卧车，绿皮火车。所以绥芬河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火车站，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咱们可以看到，绥芬河站是有3种语言的，汉字、俄语和英语。这里有茶炉室，可以等开水。中国5大连石天然饮用水。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阿树频道的订阅者终于达到10万了，真的非常感恩每一位订阅阿树频道的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同行和陪伴、支持和喜欢，在未来的旅途中，我感觉更有动力了。同时呢，也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压力，因为怕辜负大家的期待。风吹日晒拍视频快2年了，我好像苍老了一些，体能呢也不如从前。纵然我喜欢和大家分享天南海北的人文地理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收获了许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不过还能拍多久，坦白说我并不知道，但是只要我还能行走，我希望我能一直拍下去，和大家分享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动人的人间故事。再次谢谢每一位订阅的朋友。现在来到了牡丹江站啊，现在出站，你看到没有？这战斗机啊，我刚出了牡丹江站，就看到2台战斗机呼啸而过，一辆接着一辆。这是第3台战斗机啊，这是第4台战斗机啊，这是大概每隔30秒就划过一台。咱们来看一下，在牡丹江市住的一个大床房，然后一个大床，一张椅子、桌子、电视机、拖鞋、插排，看一下卫生间，热水器开关，洗漱台、一次性用品。这牡丹江好热啊，比绥芬河热了十几度吧，这里的气温是14、15度啊。看一看，堪称是牡丹江人民的一个食堂啊，这里很受欢迎啊。看一下这物价。五香酥鱼28，拌牛脸28，拌牛肚28，蒜泥海带18元。这是在牡丹江的第一顿饭啊，感受一下这个牡丹江的物价。这一半份的凉拌牛肉吧，19块钱，然后这一份半份的西红柿鸡蛋的话7块钱。这个本地的啤酒叫花河啤酒，我在绥芬河就看到了，5块钱。
这座城市上空啊，基本上每隔个10几分钟就有一辆战斗机飞过，这种巨大的轰鸣声啊。先尝一尝这个凉拌牛肉啊。还可以，盐分的话一般啊。这个西红柿鸡蛋的话挺甜的，喜欢放比较多的糖。这2个菜都不错。这里总共是27块钱，你们觉得物价怎么样？干杯！像这一家店啊，它称这种任何一个菜啊，它都是有这个电子秤的。比如说它半份是多重，1份是多重，就比较严谨啊。在影片开始前，咱们先简单了解下牡丹江站。可以说没有牡丹江站，就没有今天的牡丹江市。牡丹2字是满语里面弯曲的意思，牡丹江其原本的意思意为弯弯曲曲的江。自商朝以来的2300多年呢，一直是满族人先祖的世居地。唐代的时候呢，该地属于唐朝册封国渤海国。渤海国呢与朝鲜半岛关系密切，自称是高句丽的继承人。明代和清代，牡丹江是宁古塔将军和吉林将军所管辖的地方。由于清代朝廷一直将东北这一片大地视为祖宗发源之圣地啊，实行禁止垦荒政策。直到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设立了牡丹江火车站，今天的牡丹江地区才渐渐发展了起来。这条街我不知道叫什么街啊，就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一条商业步行购物街啊。牡丹江还是有不少的俄罗斯元素的。咱们刚从绥芬河过来啊，绥芬河是中俄边境上的一个边境小城啊，而绥芬河市呢，它是一个县级市，是由牡丹江市代管的，所以呢，牡丹江也可以理解成是一座中俄接壤的边境城市啊。你看这些俄罗斯的这个屋顶呀，包括这个套娃呀，一些俄罗斯风味的美食呀。老北京爆肚。牡丹江因为它的市中心，它的市区有一座机场，所以这个城市大部分区域是禁飞的。梅菜扣肉饼、北京冰糖葫芦、日式关东煮、韩式炒年糕，这里是跨国美食啊。迁徙贡地，属传统宫廷风味，是贵赠亲朋好友上乘之佳品。糖炒天喜栗子9块9一斤，9块9。这机场离这里应该很近了，这飞机飞得好低啊，大概就150到200米这样吧。12块钱一斤。在东北看到了我老家那边的热带水果，我从小吃到大的龙眼啊，12块钱一斤。这里原本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啊，叫文化广场，现在被大大小小的这些地摊给铺满了。现在对于地方而言，促消费、促就业，所以这个偌大的广场如果不加利用的话，让它闲置的话就浪费了。现在通过这个招商啊，招一些小的地摊经济，然后人们可以解决就业，然后呢，这些市民也可以增加消费途径啊。哎呀妈呀，都好哥来了，那我能干过他吗？快乐童年，主要梦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牡丹江首届文化音乐啤酒节国潮网红小吃市集，喂鸽子，这个家长带小孩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卖鸽子的饲料10元一袋，15元2袋。东大批发城，肯德基，少了一个共享单车，好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有骑共享电车了。你像那些边境的小县城都没有共享电车，来到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才有。你像它的收费是15分钟以内2块钱，超过15分钟的话就每10分钟1块钱。这个比大城市要稍微便宜一点点。现在我来到牡丹江边了，看到一个横幅啊，上面写着海南康养公寓啊。再过1-2个月呢，东北将有大批的老人前往南方过冬啊。其实除了海南以外啊，有越来越多的东北老人呢前往这个广东、
广西，因为这边相比海南岛来说，它的物价要稍微便宜一点。你像在我上述说的这几个地方，基本上2-3千块钱，然后有这个公寓包吃包住的，所以一些老人会去南方住几个月，再回到这个已经开始转暖的东北啊。江边有一些按摩汤啊，20元30分钟。江边有一个健身器材的场所啊，一眼望去全是老年人，白发一族啊。最近也看了一些跟牡丹江相关的资料啊，有一些文章说牡丹江是整个东北人口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啊，不知道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东北它的人口外流呢，相比南方要严重的多啊。因为这边的就业也好，或者说这边的严寒的天气也好，都种种因素吧，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就是去往其他地方就业也好，或者定居也好。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老年生活，退休生活。相思月，这是江滨公园啊。廉耻，看看这个中华传统美德，义、礼、智、信、孝，孝顺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替劲是团结友爱的纽带，白发。初生牛犊不怕虎。咱们走到跨江大桥上看一看，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桥啊。哇，这个河床啊，漏的特别多啊。来到这里，我想起人们习惯形容东北为白山黑水，白山指常年白雪覆盖的长白山脉啊，黑水呢就是因为东北的土地是以黑土地著称的，那么黑土地上的水呢就是黑水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滩一滩的黑土地啊。人之初，这么欢乐，不禁想起那个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语啊，叫老年人个个生机勃勃，年轻人个个死气沉沉。哦，这里竟然有一种很小清新的感觉。诶，这个是一个湖心岛哎，好像。哦，前面确实是一个湖心岛啊。这个湖心岛还挺大的，树木成林。这里是牡丹江市江心岛啊，占地面积约14.5万平方米，小岛碧波环绕，山高地阔，春夏野花盛开。听到前面路过的一对夫妇聊国际形势啊，他说如果俄罗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如果一擦枪走火，根本谈不上哪个国家谁的利益，整个地球都没了。来到这里呢，突然想到在这里安度晚年，在牡丹江市安度晚年好像也不错。这里的三观湖色好像还挺养人的。我看到一些老人啊，一些成群结伴的在这里遛弯啊，坐在椅子上聊天啊，慢悠悠晒太阳啊。突然也挺向往这样的退休生活。
谁在窗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想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牡丹江。忘了几个弯，小鱼儿不上船，咱们不稀罕。老月亮早晚不星光，给爷爷下酒，喝一碗家乡。想你，爱你，爱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就像老说爱的美丽。遛狗带狗链，随手牵狗便。哇，这么大的狗居然不拴绳！冬日的暖阳将我的身影拉长。在江上有一个堤坝，在堤坝上好像有市民在捕鱼、捞鱼、钓鱼啊。对面这个应该是供热的一个设施吧，送用户温暖，还市民蓝天。哎呦，大哥，您这收获挺多呀！这是在这里捞的吗？拿回家自己吃，还是拿去市场上卖呢？这个一月他们开4、5千，还卖这玩意儿，就不差钱哈。是不差钱，就差吃啊。跟辣椒爆炒。对。哎呦，哎，收获挺多啊。炒着吃。对。炒辣椒。炒辣椒。叫嘎啦炒辣椒是吧？可以炒韭菜。也可以炒韭菜。吃可以那个。也可以凉拌着吃。凉拌可以啊，你可以包着吃，对不对？对。你切碎碎的。我网上查了一下，眼前的这个是牡丹江电热有限公司的前身啊，是始建于1934年伪满时期的牡丹江发电厂啊。1945年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啊。这里是入河排污口标示牌啊，这里就是刚才看的牡丹江电热有限公司的电热厂排污口。我在看到一只猫在那边，然后我瞄了几下，它就过来了。嘿，这野猫吗？哎呦，好漂亮！嘿，你在这里打盹了是吗？哟，它眼睛是那个绿色的还是这个黄色的？哟，是你养吗？我帮你挠一下。滴滴滴滴，滴滴。咦，乖了哈。黑猫显得特别高贵啊，是吗？唱的真好。京剧的是《梨花颂》。哦。江边真的是百花齐放呀，各种的娱乐形式。你像健身的，这里打牌的，那边跳这种
舞蹈的。这地方好多的鸟啊！你看这个鸟声啊。白花花的鸽子啊，禁止自带鸽子食啊。八女投江啊，是抗日战争时候的8名女烈士啊，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他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啊，毁掉枪支，挽臂射入乌斯浑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牺牲的。他们几个全死了，没有一个活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年龄最小的刚满13。江边本来是有一些游船的服务公司的，现在那些游船都被搁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巧船难为无水之河。哎呀妈呀，呵呵，这些路过的人。对面是牡丹江大剧院啊，我的视力还是可以的。商品住宅楼拔地而起啊，江景房。牡丹江是发源于长白山脉白头山北的一个叫牡丹岭的地方啊，它流过吉林省，又流过黑龙江，最后注入到松花江啊，它属于是松花江的第2大支流了。它的全长有726公里。然后呢，它的水深是1米到5米啊，它江宽是100米到300米啊。最近我也去了一些其他省的省会城市啊，比如说长沙、杭州啊。你像牡丹江跟这些城市不一样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江边啊，咱们能看到主要还是这个商品住宅楼啊。你像长沙也好，或者是杭州也好，他们的江边通常是那些很高大的摩天大楼，带着玻璃幕墙的。到了晚上以后呢，那些玻璃幕墙就成为了灯光秀，城市的灯光秀的组成部分啊。所以由此可见，这种省会城市跟非省会城市他们的这种发展的策略啊，重心都不一样。看到了晚年有3两好友一起寻欢作乐，那也是很好的。孤孤单单一个人的话，可能这个晚年会过得很漫长。咱们可以看到，这是牡丹江大桥。牡丹江大桥啊，始建于1984年。牡丹江大桥啊，借鉴了国际经典名桥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的建筑风格。原桥上日月山川4座雕塑，经过金波着色和4个罗马柱的高高擎起，更加凸显它们所代表的日久天长。哇，感觉特别宏大，左右各1名金色的雕像啊，右边是1名女士，特别飘逸的长发，丰满的乳房，矫健的四肢，自由的身姿啊，而这边是1名非常肌肉健硕的男子啊，然后肌肉的线条很明显。今天的夕阳像一颗红鸡蛋一样，特别红。牡丹江是被牡丹江一切为2。咱们来看一下牡丹江，你看它的江心的位置全部裸露着河床啊，这河床上还堆积了一些垃圾啊，垃圾还不少。在桥上看这座桥，只是觉得这座桥很长啊。当我真正走上这座桥以后，我感觉这座桥真的好气派啊，而且非常的宏大，规模就是给人一种很大气、很气派的感觉。这个江边小区应该规模挺大的，1栋、2栋、3栋、4栋、20栋的一个住宅楼啊，4个。牡丹江大桥呢是有10个车道的，
2个摩托车跟自行车的车道，还有8个汽车的一个车道。然后下面写着“中国实用军之城，世界黑木耳之都”。夜幕降临啊！托马斯学习馆美式英语儿童教育中心啊，这个幼儿园整得很像教堂啊。很多家长呢在领这个放学的小孩回家，现在小孩放学都要家长陪同了。我们小时候可没这样的。这地方也没有红绿灯啊，都是靠司机自觉礼让。有一些人甚至不走斑马线，直接就横跨到对面了。牡丹江市不像绥芬河到处可见的俄语标牌啊，你像牡丹江市它已经看不到俄语标牌了，然后呢朝鲜语呢也极少。正宗板面啊，我挺喜欢吃板面的，9块钱小碗，10块钱大碗。牡丹江，中国雪城啊，而牡丹江市下辖的双峰林场呢，被称为中国的雪乡啊。国色天香牡丹江网红市集啊，可以说这种夜市也好，或者市集也好啊，在国内很多地方遍地开花，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促消费。但是好像在北方的这个市集啊，总给我一种挺冷清的感觉，不像南方的市集啊。南方是越夜越美丽的，你像北方不知道是因为寒冷什么原因啊，天黑以后啊，街上人就相对少的很多。这家店叫香辣牛肉板面啊，我挺喜欢吃板面的。我身后这一家不是什么网红店，是我这1、2天一直在刷牡丹江市有关的一些视频啊，然后我就看到一条很不起眼的评论，他就说这家店特别好吃，那条评论甚至1个赞都没有。我就挺好奇的，然后我就过来骑了3.5公里吧，然后来到这边一探究竟啊。板面大碗10元，小碗9元啊，可以加很多的料，加鸡蛋肠1元。就牡丹江都是吃狗肉的是吧？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吃狗肉都是朝鲜人。啊。他这边朝鲜人特别多。所以去吃狗肉的主要是朝鲜族人。对。啊。哇，特别有食欲啊！你看这安徽板面的辣椒是它的，我很喜欢吃的。然后有小份的是9块钱，加了一个鸭脖，还有加了一份这种豆皮吧，然后就14块钱，1瓶水2块，总共的话16块钱，是有鸡蛋的，然后里面是有牛肉的，哇，好多牛肉呢，不愧叫牛肉板面。再加一点这个蒜头啊，我是当时去北京。读书的时候开始吃蒜头的，我看北方人吃面都喜欢生吃蒜头，在去北京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吃法。南方人是不会生吃蒜的，很少，我指的是广西人啊。然后这家店的话有2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在这个小伙他爸妈在20多年前来到了这个从安徽来到了东北，在这边做一点小生意啊。现在父母退休了，这个小伙就继承家业了。从他的这种店里面的感觉嘛，我感觉就像是那种藏在巷子里面那种地道的那些老店啊，它可能环境一般，但是它的味道是很不错的。开炫了，兄弟们！哇，我一刚碰到这个舌尖，我就觉得真的好吃。这个面的话，就它的味道特别足，特别入味，而且呢带一点点辣味，就特别爽，真的太好吃了。这干辣椒，正宗的这个安徽板面呢，你看它这个汤水是几乎是黑色的，就是红黑的，然后呢辣椒油啊，就是特别给力这个味道。这个鸭脖已经煮得很烂了，好吃，太给力了这个味道。它的咸度刚刚适中，辣度呢也是一个大多数
人能够接受的一个辣度。如果你没有这点辣度的话呢，就是会略逊色那么一点点。它加了那么一点辣度以后，就接近于那种最好吃的感觉。这是我这几年来吃过最好吃的安徽板面。像这一个的话是1块钱的豆皮啊，关键是啊，这家9块钱的这个小份的牛肉板面，它里面有好多牛肉啊，这性价比真的爆棚啊！这附近呢是牡丹江第11中学啊，它开在一个学校旁边，开了20几年。通常能够开在学校旁边的店呢，它都是凭这个味道脱颖而出的。哇，真的好吃，这性价比真的拉满。吃的好满足啊！这个汤也是很给力的。尝一下这个鸡蛋，这卤蛋。这个鸭脖也非常好吃，它煮得很软，就是骨头都烂了，特别入味。强烈推荐这家。啊，这一顿是我最近吃的最满足的一顿。现在是下午6点半了。这里是牡丹江第11中学啊。这些今天是周五啊，学生放学挺晚呀，都是来接送学生的家长们啊。煎石蛋、烤毛蛋、煎毛蛋、烤毛蛋。Раз, два, три. Левый, левый. Раз, два, три. Левый, левый. Раз, два, три. Левый, левый. 各位朋友，我终于体验了东北这个闻名已久的洗浴文化。之前我在沈阳的时候就想去体验东北的搓澡了，后来没去嘛。这一次我在牡丹江市呢就体验了一下，因为感觉价格还挺实惠的，就是洗浴的门票是20块钱，然后住浴也就是搓澡20块钱、40块钱。里面的这个细节真的有一种令我这个南方长大的人啊，真的有一种刷新认知了，还挺不可思议的吧。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咱们一边在牡丹江市溜达，一边跟你分享我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啊。你看，这就是搓澡师傅搓澡的这个手套啊，它就是这样子戴进去以后，在你全身这个任何角落搓澡啊。这一家洗浴房男女分浴，我进了男洗浴区，一进去是储物柜区，把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放在储物柜里，钥匙套在手上，就进了浴室区。浴室区有一排约10来个不带门的格子间组成，每个浴室都有热水喷头、沐浴露、肥皂、洗发水。浴室区正对着洗漱台区，这里有一次性水杯、牙刷、剃须刀、剃须泡沫等。洗漱区旁边是热池区，这里有2个热水池，每个约2张大床那么大，有个挂在墙上的电子屏，显示每个热水池的水温，一个池子水温43度，一个39度。大概有7、8名男顾客，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一丝不挂，有的坐在池沿上，有的泡在池子里，只露出一个头。2个热水池正对一台电视机，泡热水池的人大多盯着电视机，电视里播放着中央3台新闻节目。我在浴室冲洗过后，没有来到热水池泡澡，而是直接来到了搓澡区。搓澡师傅大多是45岁到60岁的年纪。像一个大厅一样的房间里摆着5张约1米高的床，床上铺着一次性塑料薄膜。师傅让我一丝不挂躺在床上，他先从旁边的水桶舀了2盆热水泼在我身上，冲洗了一下，然后往我身上喷醋，说是可以洗得更干净，并开始戴上一次性手套，全身搓。我人生第一次搓澡，还细皮嫩肉，只觉得搓得疼，但又挺舒服的，有点像按摩。搓了大概10来分钟吧，就正面背面都搓完了，洗了个澡就出来了。对我而言有些难以启齿，因为在南方长大，没有搓澡文化，从小到大没有过跟一群来来往往的同性赤裸相见的时候，感觉挺奇怪难为情。但是里面的当地人据说每周都要来搓个2、3次，如果不来搓澡总觉得不得劲。
他们的神态都稀松平常的，期间人与人的关系就像大家来到工厂食堂吃饭，没什么特别的。原以为40块钱就能搓一个澡了，后来发现他的搓澡巾要6块钱，然后呢醋要10块钱，合计下来搓一个澡花了56块钱。给我搓澡的师傅呢告诉我，过去搓澡呢只花5毛钱，当时呢人们的工资一般1个月就30来块钱老百姓舍不得花钱搓澡，一般都是自己到河里自己给自己搓澡。这些洗浴房呢主要是一些达官显贵或者日伪军人来消费，一般人呢都搓不起。这么一盒8块钱，这么一小盒巧克力8块钱，有巧克力呀。这么一袋饼干3块钱，全麦软列巴，特别大一个。这个是猪脚拼烧鸭，这一份23块钱在牡丹江，大家感受一下这物价。资料显示牡丹江市呢是黑龙江省里面朝鲜族人口最多的，据说有12万的朝鲜族人口而这里呢也是整个黑龙江里面朝鲜族乡、朝鲜族镇最多的一个地级市然后呢，这里就是一条朝鲜族风情街我们来逛一逛。昨天吃板面的时候呢，就听说牡丹江有不少的狗肉店，是因为这里生活了很多朝鲜族嘛。为什么牡丹江有那么多的朝鲜族呢？因为这里是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我们前面的视频也看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是跟北朝鲜接壤的。前面的影片呢，阿树有拍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它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人口聚居地。而黑龙江的牡丹江市呢，位于黑龙江最南边，南边跟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接壤，这也是为什么牡丹江市是整个黑龙江朝鲜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这条街呢，这些商铺它的名字就开始出现2种语言了，汉字跟朝鲜语。这个在牡丹江市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所以看到这些就出现朝鲜语了。这里有一家朝鲜族大饭店这个小区叫朝鲜一区伊隆泽口腔韩中口腔，齐齐哈尔烤肉。黑龙江省航空科普馆，这里是牡丹江大桥的南面咱们今天逛一下牡丹江边南岸边的一个夜景你看这小区的一个门面巨星岛。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第3大城市这里呢也是整个黑龙江人口流失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其实整个东北人口都是净流出的，但是牡丹江因为整个产业比较稀缺嘛，所以人口流出的程度比较大一点。从第6次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牡丹江的人口还有280万，到第7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这里只有230万了，也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净流出人口就达到50万。但咱们看一下，这个有几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广场寥寥人是挺少的。我看网上有一些本地人评论都说，我在牡丹江连找个5000块钱的工资的工作都很难，我到了这个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就找到2万块钱了。在东北3省这样的景象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我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那个广场比这个还要大得多，那也基本上是空无一人下面就是流淌着江水的牡丹江。满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素以射猎著称于世。这里就是牡丹江最有名的一个明星叫镜泊湖是由火山喷发熔岩阻塞牡丹江而形成的高山平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2大高山堰塞湖。
这里水天一色，湖平如镜，景色奇丽。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去到了牡丹江客运站，原本想搭车去看看镜泊湖的，工作人员建议我等到夏天再来，因为现在冬天的话，它镜泊湖的水量比较少，它的瀑布呢没有那么的震撼。牡丹江还有另外一个旅游的这个看点啊，就是东捕及凿冰取鱼啊，是游牧民族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历史上悠久并传承至今，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潮兵撒网的捕鱼场面，充满原始北方渔猎的文化气息。咱们有机会来北方看一次东捕吧。天鹅是我国2级保护动物，全球易危物种。3、4月，它们南飞至牡丹江畔，在水中觅食游泳。牡丹江是东北第一个在市区可以看到天鹅的城市。牡丹江啊，江面还是挺宽阔的。你看啊，这里的这一排围栏已经没了，应该是洪水的时候，反正就是被洪水给毁坏了。你看这一排没了哈，你看上面都长草了，是因为洪水的话造成这个平台部分受损了，所以呢就给封起来了。咱们看一看夜色中的牡丹江上的牡丹江大桥啊。你看这边江边的发光的建筑不算多啊，空无一人。好多的一些围栏都被洪水给毁坏了。你看这里是七倒八歪的，然后这里直接就有了一个缺口。可想而知啊，那时候发洪水这个水量有多大啊，多惊人啊！直接把这么高的还挺高位置的一个平台上的围栏给冲掉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我分享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不错，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下期影片呢，咱们走进牡丹江市的早市，还有哈尔滨市的早市，去看一看这2座黑龙江大城市的最大的最热闹的集市是什么样的。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